中国与缅甸接壤最多的边陲地区是哪里？它是云南下辖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与缅甸克钦邦有503公里的国境线，这里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口，境内有9条公路与缅甸北部城镇相通，有瑞丽、畹町2个国家级口岸，它位于横断山脉南端边缘，怒江下游，总人口约131万，汉族、傣族、景颇族人口分别占比54%、27%和10%。阿树在德宏州的第一站来到了其州府芒市，这里是中国景颇族人口最多的县。接下来，欢迎和阿树走进这座中缅边城。到宝山了。最近我在频道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关于你最想看阿树去哪里拍视频，最多得票的是俄罗斯，感谢所有投票的朋友。我最近呢在等出国签证，趁着这个间隙，所以我把去年3月底拍摄，当时没有来得及剪辑的芒市影片制作了出来。在出了高铁站附近有一个宝山客运北站，这里有很多班车前往腾冲、瑞丽、芒市。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西南丝路开通，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便已开始。德宏呢，成为了西南丝路的必经之路。芒市下起了暴雨。一个桌子，饮水机，江村土锅过桥米线，这个是小鸡，可能是鸽子吧，豆芽，然后韭菜，还有这个是瘦肉，煎瘦肉吧，鹌鹑蛋，一碗这个米线，还有一盘这个菜，木耳，这个是鸡肉吧，有点像白切鸡，然后这里还有猪肉。这个火腿，这个高汤吧，上面有一些白菜，倒进去的。这碗米线里倒进去，就把各种的配菜都放进去了。我感觉这些也要倒进去的。在芒市的第一顿，一起。这个米线呢比较有弹性，挺好吃的。我试一下这个汤，哇，好香啊！这个汤，好香啊！这个特别好吃，甜甜的口感。接下来试一试这个，有点像吃那个腊肠腊肉的口感，好吃，挺好吃的。大家好，我是阿树。我现在所在的云南边城，可能是国内与泰国最像的一个地方。它的交通远没有西双版纳那么的发达，它的知名度呢也没有西双版纳那么有名。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没有被过度的这个商业化，它还保留了一个边陲小城的这种岁月静好的氛围感觉。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前往芒市的蒙晃大金塔，又称芒市金塔。这座立于芒市的佛塔是中国的上座部佛教第一高塔，里面供奉有释迦牟尼、观音、弥勒、药佛师等。但是对于很多国人来说，这个地方呢是危险的，是不敢来的远方，因为这座小城它是与正在内战的缅甸接壤最多的一个中国城市。
在这一座云南边城，我看到很多惶恐演练的横幅。我所在的呢，就是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它的北边是云南保山市，而它的南边、西边、东边都与缅甸接壤。芒市地区回族服务站，过2天就是清明节了，我看好多学生、中学生来这个抗日战争纪念碑祭奠先烈。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中国远征军联谊总会，抗日英雄永垂不朽。腾冲围歼战远征军右翼20级，梦幻大金塔。开始爬山了。千金万金不如健康好心情。这个坟墓感觉好精致呀，好狮子，然后一个盘龙，还挺高的呀，好大的风呀！梦幻大金塔位于海拔1080多米的山顶上，这座塔是中国第一金塔，亚洲第一空心佛塔。梦幻大金塔的历史源于佛祖释迦牟尼生前转世为金鸡阿鸾时，曾生活在雷牙漾山上，旨在呼唤光明和吉祥。佛祖涅槃后数百年，佛家弟子赵汉达亲临此山修炼，尔后建有净放金山阿鸾舍利子的佛塔。佛塔毁于战乱2004年11月。恢复重建，塔内供奉有300多件南传佛教产品，被誉为中国南传佛教第一塔。金塔东北面只有斯里兰卡赠送的释迦牟尼修炼成佛后的第3代圣菩提树。塔高76米，塔的基座外径50米，是按照南亚傣王宫的风格建造的。哇，在阳光的照射下，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富丽堂皇的。左右还有一些大象、金象，它的门票要38块钱，也是游客必打卡的一个旅游景点。银塔在对面，在另一座山头，看看南亚傣王宫的一个内里是什么样的。它是里面要脱鞋，天魔门神。哇，这里非常宽敞，有一种树木的感觉，而且很凉快。有观音菩萨，还有药师佛。哦，弥勒佛，前2天我去看了世界上最大的弥勒佛，在弥勒市的锦屏山风景区，释迦牟尼佛，满满的佛教气息。哇，这还是镶绿宝石还是红宝石的。哇，这些好精美的，我能叫这个柜子吧？哦，又看到了塑化玉，这个轿子很精美。
圣菩提树，释迦牟尼修炼成佛的第3代圣菩提树，与佛祖舍利平等平级，拜见此树如同拜见佛祖，心诚者能取到真经，修得正果。共同为我们这座佛堂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开光加冕祈会式，而当年的这场佛教盛会呢，是我们整个东南亚国家呢南传佛教历史上呢第一个由民众们自发组织前来的佛教集结当中规模最宏大、人数最众多、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在佛教当中影响力最盛大的一次佛教的一个盛会，也奠定了咱们这座佛塔在整个东南亚国家地区呢崇高的一个社会地位，被人们美誉为是亚洲第一。它呢在佛教当中是佛教的一个圣物，等同于释迦牟尼佛祖呢活骨舍利子同一品级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圣宝，为国家3级类保护名树，云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古树名木。2012年呢，由于它在佛教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呢，成为了中国公民现在拥有了中国公民的身份证编号了。那中国呢，一共只有3颗，另外2颗呢就在我们的西双版纳的总佛寺了。眼前的这颗呢是他们3兄弟当中的一颗。今年的时候呢，昆明圆通寺下暴雪嘛，人们怕这个树冻死活不过来，那就急急忙忙的又把它起回来，送回了这个西双版纳。铁力木，佛教武术6花之一。释迦牟尼卧佛，这里可以俯瞰芒市全景，一个他们的建筑也。恒河女神是释迦牟尼宝座的守护神及见证佛祖功德的使者。五神金鸡曾是菩提萨埵转世的金鸟3界神像，告诫众生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捂着嘴巴的不要乱吃，捂着耳朵的不要乱听，捂着眼睛的不要乱看。和谐神劝解众生都要和平和谐相处。佛教宣讲众生平等，白象是代表吉祥、国泰民安，也纪念了玛雅夫人的征兆，也就是佛陀的母亲，在要怀胎的时候曾梦见白象。星期3的早晨是白雷公，掌管雷鸣、闪电和普降甘霖的天神，还是民间驱妖辟邪的守护神。大力天神守护神，力大无穷，降妖除魔。这是德宏州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这边的一个主色调就是金色，氛围感。这里是孟巴纳溪，参观完蒙晃大金塔，我又来到了芒市的孟巴纳溪珍奇园。孟巴纳溪珍奇园为美丽神奇的地方，世外桃源。普通票40块钱1人，更新为4A 级国家旅游区了。周恩来总理纪念亭、古生物化石、树画玉馆、
孟巴纳西珍奇园拥有全国罕见的红木原木展馆，众多的世界罕见塑化玉和塑化石、翡翠、玉石、原石，数量丰富的热带、亚热带古树名木、珍稀植物，以及拥有全国罕见的大型根雕、根艺艺术品。在芒市行走，总能感觉到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因为这里常见的这个金色调跟这里常见的热带雨林的这种绿色，以及常见的蓝天白云，它这3种颜色呢组合在一起，配色在一起呢，使人那种心里能够达到一种平衡很协调的这种配色。周恩来总理纪念亭，这里到处都能看到金色的大象雕塑，这是菩提树吧？这个是什么湖了？孔雀湖吧？有一座小拱桥立于湖中。哇，看到一只放养的孔雀，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没被圈养的一个孔雀。哇，它的这个宝蓝色在绿色的背景下显得非常的艳丽。哇，它的这个羽毛好长呀！哇，这么近距离看着一只孔雀太漂亮了。孔雀开屏，哇，这个孔雀随处可见的。转身就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孔雀开屏，太神奇了，这种感觉。哇，大自然太神奇了，千姿百态的。这个孔雀就跟大城市的公园里面看到一只鸟一样稀松平常。传说中的无花果，哇，我感觉我像个村里面人进城一样，看啥都新鲜。这有个金色的孔雀，鸡蛋花园，它开花的时候那个花很好看。这叫三角梅，也叫杜鹃，这个但是它颜色比较少见，是玫红色的。在我的原生里面，榕树是我最熟悉的树。我家门口50米外呢有一棵参天大树，它盘根错节的，然后呢它就是一棵近100年的一棵榕树，可能都不止100年。而我的这个卧室窗外呢就能看到这么一棵给村民们遮风避雨的榕树。我的名字叫阿树，部分原因呢也跟这棵树有关。三角梅园，三角花绽放，塑化玉，青云直上，桂花园，很多的塑化石，由树化成的石头，然后呢它打磨抛光以后呢，它就呈现一种非常像玉石一样光滑的质感的表面。塑化玉、塑化石，北国之春，哎，这个很像一幅水墨画。这么多宝贝，古玩。里面是这个石头质地的，但是它有树的纹理。这个就是腐朽的那个树的那个感觉。塑化玉产地中缅边境，矿物成分二氧化硅、石英、玉碎、蛋白石，树种梨树，年代古生代2叠纪2亿5千年左右。塑化玉为世界罕见珍奇，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塑化石跟塑化玉是什么区别呢？塑化石，塑化石的年限没有塑化玉的年限久远。压力大它才能形成塑化玉。是。
哦，有图片介绍，就是它挖起来的时候是什么岩石，然后抛光打磨以后它就这样了。哦，它只是做了简单的抛光，简单的抛光一下就可以了。这就是刚才那位工作人员告诉的，一棵树它挖掘出来呢，它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经过抛光以后，它就成了这种有光滑质地的玉石质地的这种紫色的水晶。这一颗呢就完全没有抛光。1号厅古生物化石塑化玉。因为你看这根柱子的选料，它用的是一颗目前已经达到了1亿5千万年历史的一颗化石，1亿5千万年以上，你找不到木头里面能达到这种年龄的，没有了。脚踩的翡翠铺的地板呢，大家能够与时俱进。您就扶着这个树化石、树化一做的柱子，能够时来运转，希望大家都能交个好运。不会，这个在云南挖不到。目前全球能挖的这个化石的地方，它只有一个，就在哪呢？在缅甸。缅甸已经把它列为自己国家的文物，不允许再开采和出口了。所以来到这里能见到它呢，就一个原因，我们老板是第一个误打误撞把这个化石带到中国来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因为他当时在缅甸的那些缅甸的老板呢，他那些商人知道我们老板喜欢石头。比如说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他知道你喜欢这些东西，我有呢，我就拿来卖给你。所以拿来卖给你以后，我们老板当时没地方放了，他就跟政府申请了以后呢，要把这些东西罗列出来，来做成一个景点呢，他就把它搬出来的时候就撞坏了。所以这个东西一撞坏以后，他就发现长得和以往见到的化石不一样，他就认为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什么宝贝呢？他就想拿来国内来推广，他就请了国内的专家拿去研究呢。专家经过研究以后得到大量的数据，他就想拿来卖的时候，专家就说了，如果作为考古和研究的对象没有问题。你要作为艺术品拿到中国来销售，它没有任何的怎么样的文化价值，这个东西肯定是怎么样没有市场价值可言的。所以当时很多专家都是这么说的，我们老板就认为专家讲的没错。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没有文化，它就是石头，那有文化它是不是就有价值的呢？所以当时他就把中国的玉文化嫁接进去，给它命名叫做塑化玉以后，2007年机会就来了。昆明举办了中国的第1届东吴石展，就邀请了全中国上上下下所有搞玉石的这些行业的这里面的怎么样的这些人物就来参展呢。我们老板就得到邀请，他就把这个东西弄到昆明一展出，大家所有的这些玩家都没见过。在这里随处都能听到孔雀的叫声，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哇，这个展馆更大。3号展厅是世界名木大型根雕工艺馆，中国红木原木第1馆，各种名木，紫檀、黑檀、黄金檀、绿长木、缅甸乌木、非洲檀香、沉香木这根小叶紫檀，这边滇金丝楠、赏木者雅，得木者福。哇，这巨大的石子都是用木做的，木根做的。这是一棵树干，切成一节一节了，小叶榕组成的木门。啊，这个红紫色的一个叫鸳鸯茉莉。孔雀开屏，它一直在转圈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求偶的信号，连同它的鸣叫，都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但是我觉得这么美丽的这个生物哈，它能够存活到今太不容易，因为它这种高调的艳丽哈，很容易被当成猎物被发现。哇，这么给面子呀！
好大的太阳雨啊！下了一个大的阵雨，下了5分钟又放晴了。在真奇园里面有一位摄影家的摄影展，我看到这个泡温泉叫遮放瑶池腊月初8澡堂会，哇，我要来。啊，这是湄公河吧？嗨嘿嘿，过几天我就在德宏州、西双版纳州过泼水节了，太期待了！载歌载舞的万人狂欢泼水节，看，哇，夕阳剪影下的去挑水的村民吗？德宏是镶嵌在祖国南疆的天然绿宝石，它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旖旎的风光、神奇的景观。德宏也是50多年前成都、昆明、北京、上海3万多名知识分子挥洒热血和青春的地方。这里是孟巴纳西美食城，来找点好吃的。这里是有各种果汁、沙冰。这家店的一个招牌，这是一家位于芒市的缅甸小吃店。这是高配鸡油饭，30块钱。一个大鸡腿，还有一些黄瓜丝、薄荷叶，一个酸辣酱，还有一个是酸辣酱，这个好像是腌小鱼，特别辣。花生米，好香，炒过的。这个是上面撒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米饭上的是油炸的洋葱。我发现他们这里的人都不能说普通话的。这个黄瓜丝应该是蘸的这个酸辣酱吧，好酸，特别酸甜，挺好吃的。哇，这个好大呀！哇，吃完这个都饱了。蘸着甜辣酱的一个鸡腿。前面就是傣族古镇了。傣族古镇，一座傣族古镇，芒市傣族古镇。傣族风情的古镇还是第一次来。在芒市租电动车是非常方便的，大门紧闭的德宏院子。这一次就是傣族的服饰了，我真的觉得傣族的服饰特别美，女孩穿起来怎么穿怎么好看。在我看来，就是既性感呢又不失端庄，既可爱呢又有一份矜持在里面。建筑很有气势啊，白象文化馆。
碗端夜市。德宏院子是一个小区，这里挨着这个古镇景区，到小区里逛一下，看一下这小区都是什么车。林肯是特斯拉。灯火璀璨的晚霞艳丽，哇塞，这也太好看了吧！在一个杂草丛中长出一朵这么奇特的花，地涌金莲。我看一下叫什么哦，地涌金莲。对。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哦，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下期我将和你走进这一座中缅边城的早市赶集，领略芒市充满民族风情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感谢收看，我是阿树，我们下期见。